Anne? Ne arıyorsun orada? Çık oradan. 这绝对是土耳其最吓人的恐怖系列，恶魔的每次出场都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，恐怖程度堪称禁片，超自然恐怖大片，吸星女惊悚来袭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的好友一起抱团观看。电影开始，白发妹尾随父亲，急冲冲地走进一间古老魔窟。可当她进入房间后，父亲却消失不见，只看到一面被供奉的魔镜。在恶魔的蛊惑下，女孩用玻璃划开自己的脸颊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下一秒，一群黑衣女人突然出现，女孩通过镜子看到自己恐怖的模样，被吓得胆战心惊，从嘴里吐出大量黑血。这时，白发妹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在床上不停地抽搐，嘴里还真吐出一大滩黑血。母亲知道这是女儿病情加重的表现，立马将此事告诉了婆婆。对方听后更是一脸焦虑。原来小白天生就长着一头白发，诡异的造型导致她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，性格变得极为古怪，每天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，和手中的洋娃娃自言自语，仿佛心中住着一个恶魔。因为她从没有见过自己父亲，不确定梦里见到的是不是真的。这时恶魔开始蛊惑他，只要剪断洋娃娃的手指，就会告诉他父亲的下落。小白听后果断拿来剪刀，恐怖的是当他剪下去的一瞬间，娃娃突然流出大量鲜血，转眼间一切又恢复正常。没想到完成任务后，恶魔却告诉他Nerede babam? Baban yakında gelecek. Ama nerede olduğunu söyleyemem. 小白的姑妈小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但她的男友小帅却是个开金店的钻石王老五，两人情同意合，已交往3个多月。小帅的姐姐翠花得知两人恋情后，就亲自找到未来弟媳谈心。一番简单的了解之后，女人满意而归。没想到她刚离开，小美就听到一阵诡异声响，她循声来到地毯前查看，发现上面莫名出现了一只蚂蚱。就当她一脸疑惑时，这时身后的房门无人自开，小美鬼使神差地走进房间，却被突然出现的白发女绑了起来。同时，她被父亲使用黑巫法献祭的恐怖场景也闪现在眼前。就在仪式即将完成之时，现实中的小美突然昏倒在地，幸好女老板及时出现，才将她成功唤醒。随后又用圣水帮她清除身上的污秽。与此同时，翠花这边也开始出现怪事。小女儿正在床下找衣服时，上面的床垫突然落下，下一秒又突然出现在眼前。翠花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，可女儿的后背却出现明显的压痕。小帅这边正在睡觉时，突然被母亲的哭声惊醒，起身后竟看到恐怖的一幕。原来小帅之前因嫌弃天生残疾的弟弟，将其残忍杀害。母亲诅咒他，如果和小美结婚，生下的孩子也会和弟弟一样残疾。就在弟弟慢慢靠近时，小帅也大叫着从梦中惊醒，还没缓过神来，那个诡异麻袋又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另一边，婆婆得知了孙女的自残噩梦后，结合多年前儿子的离奇消失，她担心白发妹重蹈覆辙，于是趁着夜深人静时，独自来到储物间驱魔。只见她将一件衣服挂在墙上，下一秒被魔化的老伴灵魂就出现在眼前。一番相互埋怨之后，婆婆拿着驱魔匕首扎了上去。这时，小美听到白发妹的求救声，赶紧下楼查看。就在她慢慢靠近时，婆婆若无其事地从身后闪过，最后拨开树叶后，竟发现了玩偶的脑袋。可当她拿起的一瞬间，小美被吓得两腿发软。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将小美带回了现实。打开门看到的却是白发妹和婆婆。白发妹表示看到奶奶拿着刀在下面梦游，就将她带了过来。可奶奶却说自己正在和死去的老伴约会。想到最近接二连三的怪事，小美担心自己沾染了污秽，第一时间找到修女驱邪祈福。可家中的婆婆却对昨晚一事耿耿于怀，她认为白发女已被恶魔附身，如果不尽快将其铲除，自己和家人全都会被她害死。这时白发妹又遭到魔娃的蛊惑，说奶奶才是导致她变成魔女的罪魁祸首。如果将娃娃的脸烧毁，就能看到真相。就在魔娃转头的刹那，奶奶已经端着800度热油来到身后，直接将滚烫油水倾泻而下，女孩瞬间被烫得血肉模糊，掐着老人的脖子疯狂撕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魔娃制造的幻境。白发妹将奶奶扶起来后走出了房间，看到豁然开朗的白发妹，众人瞬间被惊呆了。经过此事后，老太太也彻底放下杀心，但白发妹还是怕意外发生，便和小美睡在了一起。半夜小美被嘈杂声吵醒，她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。在看时，眼前的一切又消失不见。这时外面又传来声响，没想到却看到了更为惊悚的画面。房间里摆放着大量污秽之物，他们掀开白布，
与此同时，小美也终于清醒了过来，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间，发现白发妹正在熟睡，但是刚才的真实梦境还是让她心有余悸。这时翠花家里也发生了怪事，正在熟睡时，衣柜里突然传来女儿的求救声，可当她打开的一瞬间，却被吓死。另一边，半夜醒来的小帅拿着那片麻袋来到金店，将所有首饰和纸钱装了起来，然后将其丢进了离家100公里的河道里。看着这闪闪发光的金子，小帅猛地被惊醒。可是桌上的麻袋和脚上的淤泥，他知道刚才的事肯定真实发生过。第二天一早便来到店铺查看，发现里面早已被洗劫一空。监控画面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荒唐行为，可小帅却对此毫无印象。为了找到那些金银首饰的下落，他找到了一位巫婆帮忙。可是经过一番骚操作后，却被告知这一切都是女友小美惹的祸。小帅不知所措，就给小美打电话相约明天面谈。没想到当晚那些金银首饰竟从马桶里冒了出来，就在他欣喜地掏马桶时，却被无数黑树枝牢牢固定在。另一边，白发妹被恶魔引诱到客厅，此时家人正面目狰狞地瞪着大眼，下一刻4人就突然来到她身边，将她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4人化身恶魔，威胁她进入山洞。在里面，白发妹见到了头戴白纱的小美，她将手放在小美头顶慢慢抚摸，同时小美脑中也闪过一些支离破碎的恐怖画面。小美大叫着从梦中醒来，好在又是一场噩梦。这天婆媳正在神经兮兮的闲聊时，结果下一秒，两人惊魂未定的四处张望。这时白发妹拿着一张符咒走了进来，她让母亲按照之前的仪式剪掉它，不然自己就会和父亲一样消失不见。画面一转来到小美这里，她拿出小帅的定情信物准备去赴约，没想到却遭到了恐怖袭击。同时眼前也出现了自己干呕的恶心画面，随后飞虫就自行盘在魔娃脑袋里。待幻象消失后，小美也恢复了正常。这时家中的婆媳也开始了秘密行动，同时之前消失的白发妹父亲也回到了家中。小美下班回来看到哥哥震惊不已，没想到却被对方直接捂住口鼻，还被嫂子打了一针镇定剂。原来家人之所以要这样对待他，都是他的巫师父亲造的孽。当时小美哥哥身患绝症，老父亲为了保住家中唯一男丁，就和恶魔签订了互惠互利契约。得知哥哥大病初愈后，就决定将小美献祭给恶魔。母亲于心不忍，就在仪式上将父亲乱刀捅死。由于献祭仪式没有顺利完成，所以一家人全都遭到了恶魔报复。从那之后，哥哥人间蒸发突然消失，老母亲突发恶疾卧床不起，白发妹天生自闭，性格古怪。家人认为想要结束诅咒，就必须献祭小美。就在众人念诵咒语时，白发妹也被恶魔蛊惑到了仪式现场。本以为他会将小美一刀毙命，没想到他竟凭借强大的意念将自己一刀封喉。恶魔见仪式失败，只得再次施以报复。电影最后，婆媳当场泯灭，男人被恶魔重新召回，只有无辜的小美成了家族唯一的幸存者。看完后，你会发现这家人到底有多变态。老父亲为救儿子献祭女儿，老母亲为救女儿捅死老伴，导致献祭仪式失败。事后恶魔蛊惑白发妹，怂恿家人再次举行献祭仪式，结果却再次发生意外，一尸3命。同时，一场重男轻女的战役也完美落幕。